这个卷轴能够施展任何忍术，大熊靠着它成为了全民公敌，还把胖虎揍了一顿。大熊躺在家中无所事事，蓝胖子为了让大熊充满干劲，就拿出了忍者之书，吸引了大熊的注意。大熊看到书中帅气的忍者，想象着自己也能够飞檐走壁，于是大熊开始求助蓝胖子，问他有没有这样的道具。蓝胖子这次非常爽快，从百宝袋里拿出了卷轴，但没一会他就发现拿错了道具，立马换上了本来想要拿的忍者修行组合。但是在给大熊使用之前，蓝胖子还不忘反复确认大熊能不能坚持下去。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，蓝胖子这才介绍起大礼包里面的道具。第一件道具名叫水上步行之术，修炼之后就可以在水面上行走。大熊听到后两眼冒光，幻想着学会之后能够受到静香的崇拜。然而现实却给了他迎头一击，因为这个道具并没有那么神奇的效果，最多只能在水面上慢慢的滑行。虽然大熊有些失望，但还是在蓝胖子的建议下用浴缸尝试。蓝胖子扶着的时候还能勉强站稳，可一松开手，大熊就直接一头栽在了水里，差点在自己家里面溺水。就算这样，蓝胖子依然充满了干劲，要大熊一定要坚持练习。但大熊最后还是放弃了，毕竟只是在水面上行走也太鸡肋了。没有办法，蓝胖子只能拿出第二个道具天狗飞升之术，只要修炼了这个招式，那么就会跳得比屋顶还要高。大熊又发挥了想象，脑补着惹怒了胖虎和小夫后跳上屋顶的帅气场景。结果等到大熊打开里面的道具时，瞬间就被眼前的小玩意给弄懵了。蓝胖子连忙解释说，这个道具是机器树的种子，而种子会随着时间慢慢长成大树，在这期间每越过一次，就算是完成一次修炼，随着种子不断长大，那么就会跳得越来越高。虽然有些硬核，但大熊还是决定要尝试一下，并且还把种子的生长速度调为1个小时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快速学会天狗飞升之术了。理想很美好，但现实很骨感。就在大熊跳的时候，种子突然变大，瞬间给了他致命一击，而种子也在肉眼可见的速度下迅速长成了大树。无奈之下，大熊只能再次放弃。蓝胖子拿出了最后的疾风百里行之术，告诉大熊，这个术能够让人跑得像风一样快。虽然前面的道具很不靠谱，但这次大熊还是选择相信了蓝胖子，再次幻想着自己能和风一样快。可是当他拿出盒子里的道具时，竟然发现这是一块很长的兜裆布。没过一会，大熊就在蓝胖子的怂恿下穿上了兜裆布。蓝胖子还理直气壮地说道，只要让后面的布不会在跑步时落地，那么修行就能够成功了。于是大熊就这么羞耻地来到街上练习，结果却正巧碰到了胖虎他们。胖虎不知道大熊在搞什么名堂，直接踩到了布上，让大熊摔了个狗啃泥。最倒霉的是，静香刚好看到了这羞耻的一幕，大熊这下跳到黄河都没脸见人了。然而大熊还是有点不甘心，想要找蓝胖子要到真正的忍术道具，结果蓝胖子立马表示没有。大熊突然想起蓝胖子先前拿错的卷轴，蓝胖子只能说那是小朋友玩忍者游戏用的道具，大熊要的就是这个东西。蓝胖子没办法，只能将卷轴拿了出来，并告诉大熊，只要结印，那么就能够隐身或变身，但时间只能维持10分钟。大熊拿到卷轴，第一时间就变成了青蛙。就在他兴奋的想要告诉静香时，却被静香当作怪物给赶了出来。更要命的是，其他居民也拿起桌椅板凳开始捉拿大熊。成为全民公敌的大熊只能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等待时间结束。变回人形的大熊又想变成一只可爱的小狗，这样静香就会把它带回家，甚至还会和它一起洗澡。然而大熊变成小狗和想象中的差距太大，没一会就被路边的恶狗给胖揍了一顿。大熊觉得变成动物都没有好下场，于是就决定试试隐身功能。结果这个功能出奇的好用，就算是胖虎也得乖乖挨揍。可是大熊太过兴奋，忘记了道具还有时间限制，结果被胖虎原地带住，抓了个现行。好在大熊反应够快，再次用卷轴隐身起来。失去目标的胖虎只能选择离开，但大熊很快也因为隐身受尽了折磨，伤痕累累的大熊好不容易来到了静香家中，却发现静香正在洗澡。也就是在这时，隐身的时间再次结束，静香整个人都吓懵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前面的忍者道具，还是喜欢后面的忍者卷轴呢？欢迎大家点赞、留言和关注哦，咱们明天见。